有缘人，你信命吗？可能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不太相信，往往年纪越大，看得越多，会越来越相信所谓的命。有些时候我会感觉怎么努力都好像差口气，有时候又好像一些东西很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。如果真有命运这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某些事，我们能不能稍微的改一改既定的命呢？了凡四训就是一本比较神奇的可以帮人改命的书，它的作者是明代思想家袁了凡。传说他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个算命先生，这个人预言了他的一生，包括他科举考试的名次，包括他的官职大小等等。这袁了凡就觉得挺神奇，所以对待生活就多少有些消极了，毕竟答案都知道了嘛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认识了一位叫云谷禅师的这样一位禅师，就受到了对方的点化，之后就开始很积极的来改自己的命。到老了以后呢，他就把自己一生的经历，还有他认为可以改命的一些东西就写了下来，流传给子孙，这就是了凡四训。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其中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，就是想要改变命运，有这样一些方法，我们可以注意，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。比如第一点是不刻薄，生活当中有些人很喜欢宽以待己，严于律人，看谁都觉得不顺眼，别人怎么做他都能挑出点毛病，这样的人挺招人烦的。有句话说，水至清则无鱼，地至洁则无声。水太清了反而养不了鱼，这个土地太干净了，它反而长不出什么东西来。这个道理其实也挺简单，人不能太较真，也不能够太苛刻。说到底，我们活在人群当中，而不是活在那个真空里。做人得留点空间，做事也得给别人留点余地，别动不动就给别人打差评，更别把自己放在一个审视别人的一个角度上。如果放下我最对的执念，放下总是挑剔别人的执念，那生活就顺了，我们也就更能够随和自然的做人，心平气和的做事了。第二点是不要话多，有人明明是一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，非得插一嘴，最后反而得罪了人。还有人很着急表达，不过话赶话，不小心就很容易说错话。袁了凡就说了，多言好气，遗无子者四。袁先生分析自己没有儿子的原因，他就认为说话说太多也是造成自己没有孩子的原因之一。其实这样说好像有些夸张，无子不无子咱们也不知道，但是说话太多不仅容易泄气，还容易招麻烦，那的确是真事儿。说得多不如做得多，讲道理不如做榜样，一句话没说好，可能要用10句再去补救，那还不如少说一点。特别一些炫耀的话，一些欺负人的话，一些抱怨的话等等，这样一些负能量的话，最好是三思而后言。这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也可以给自己积德积福。第三点是
不要暴躁和易怒。袁了凡说和气能御万物，就是认为一个人如果总是比较容易暴躁，是很损耗我们福报的一件事。大家都说家和万事兴，人和万事成，这是一种很多人总结的很有道理的因果关系。性子比较急躁，比较容易发火怎么办呢？其实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个比较简单也比较有效的办法，就是我们可以试着去转移注意力。要说狠话之前，可以先尽量的深呼吸，3个深呼吸之后，想想这件事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我那么生气干什么呀？气坏了自己也划不来，可能会好很多。还有，如果从更深层次来讲，要做到不暴躁，也不仅仅是靠克制自己，还需要多从修养上下功夫。如果个人的修养提高了，那才是治本的方法。和则暖，和则贵，和则生。一怒之下，险象环生，善怒之人必然福薄命苦。第4点是不良薄，不知道你想到过没有？凉薄也可以是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损福的因素。那什么是凉薄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对人冷淡，不愿意出手帮别人，哪怕只是举手之劳也懒得搭理。如果要说这种人他的心理想法呢，很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吃亏了，所以见人有难就愿意绕路走，听到别人求助就假装听不见，心里可能是这么想的：我帮你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不过这是很损福气的事。咱们常说帮助别人快乐自己，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，有时候我们帮过的忙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馈到我们的身上，还有就算他没回馈回来，也真的会给我们一些好心情。帮了人家一点忙，比如对方很诚恳的一句谢谢，一个感激的笑容，真的能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。还有像别人一句很真心的多亏有你帮忙，好像能给我们带来一整天的阳光，驱散了很多的阴霾。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这种温暖和连结吗？我们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，自利者先利他。也就是说，真正聪明的人不是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样去为自己好，而是懂得先成就别人，才能最终又来成就自己。如果凡事只看利弊，最后冷了人心，也必将失了福报。关于这方面，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也不一定要拿出来多少钱去做多少善事。有时候一个主动的问候，一句鼓励的话，一次小小的帮助，一个举手之劳，都能够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一抹亮光。你点亮了别人，其实也相当于照亮了自己。并且从我们自身来说，每个人都有需要别人帮一把的时候，不能让凉薄的心态让我们失去了人生最珍贵的善缘和温情。最后第5种影响运气的行为，可能大家想不到，就是熬夜。熬夜也是一个让人悄悄折福的习惯。袁了凡就说了，好彻夜长坐而不知保元于神。什么意思呢？
就是经常熬夜，觉得赚了时间，其实是把身体的元气和精神都给它透支出去了。我们常说一个人气色好，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人的元气充足。一个人只要精气神比较好，那么就精力充沛，思维敏捷，也不容易受到病痛的折磨，做什么事儿也就更顺了。反之，元气一旦受损，就很容易精神萎靡不振，做事感觉力不从心，可想而知，健康也容易出问题，好的运气也就容易跟着远离了。所以我们都可以提醒自己，熬夜伤人也损福报，别总觉得熬夜多玩或者多用了几个小时，第二天人没精神，注意力不集中，真正重要的事儿干不好，这才是得不偿失，等于是输了健康，输了效率，也输了运气。身体才是承载命运的容器，这个容器如果漏气了，损坏了，那么再大的运气装进去，其实也留不住。所以袁了凡才会说，熬夜是让福报变少的一种行为。前面我们聊了一些可以改命的方法，那大家觉得有道理吗？欢迎在评论区来聊聊。其实所谓改运，不是从大事开始，往往就是从我们身边随手可以做的一些小习惯来开始的。那么应该怎么积累福报呢？这10件事你一定要知道。凡是能够出大人物的家族，哪一个不是几代人持续不断的积德行善，为后代子孙积攒福报？正因为有这样的德行积累，后人才能享受到福音。就拿文天祥来说，我们暂且不论他的父母和祖先积了多少德，就看他自己。文天祥在南宋末年担任宰相，为国尽忠，为父母尽孝，他的精神也为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注入了营养。你看他的后代，受他的福音延续了好几代人。到了朱元璋的时代，有一个姓文的人犯法被关进监狱，审问时，官员问他，你姓文，与文天祥是什么关系？那人说，文天祥是我祖上的某代先人。这事被上报给朱元璋，朱元璋亲自审问，问他是否真是文天祥的后人。他拿出家谱核对，证实确有其事。朱元璋说，既然你是文天祥的后人，我就宽恕你的罪行。你看，从宋朝灭亡到元朝90多年，再到朱元璋，已经过去100多年了。文天祥的子孙还能因祖上的德行而受益，这就是根基上积了德。如果我们前面没有老祖宗给我们积德，同修们，你不用多想，我们都没有的。我们历史上经历了多少次危机、天灾、人祸、战争，但是我们这个生命的线没有断。如果没有德，我们能够延续到今天吗？所以今天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的人，你的祖宗们一定是给你积了大德。但是这个德是不是又分多少？有的人能支持几千代人，有的人支持几百代人，有的人支持几十代人，有的人是不是几世而亡，那就是跟祖宗有关系。
所以易传里面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我们现在都在享受我们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余庆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德行是不是都关系到整个家庭传承的长久程度、长远程度？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。我们应该如何去积德行善，如何来培德呢？《了凡四训》早就告诉我们答案，总结了10条。第1条，与人为善。什么是与人为善呢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待身边的人要说好话，做好事，用善意的言行去对待他人。有一次，我在公园里看到这样一个场景，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发现路上有个瓶子，正准备弯腰去捡，这时旁边跑过来一个小孩，一脚把瓶子踢飞了。你说这位老太太能不生气吗？这时小孩的妈妈看见了，立刻跑过来向老太太诚恳地道歉，还跑到远处把那个瓶子捡回来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从自己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，把水倒掉，把瓶子送给了老太太。接着他又把小孩叫到身边，当场教育了一番。这就是与人为善的体现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，指人为恶，也就是及时纠正了孩子的不当行为。所以说，与人为善其实就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里。只要你处处怀有善意，时刻以善行对人，那么你的命运也必将因此而改变。第2条，爱敬存心。什么叫爱敬存心？就是把爱和敬都真诚地放在自己的心里。我们的心就像一座银行，你存进什么，就会收获什么。所以你若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关爱，自己首先是不是也应该心存爱与敬？有一位老师教书已经13年了，他一直坚持一个习惯。自从走上大学讲坛那一天起，他每次上课前都会先向学生鞠一躬。学生们常常好奇地问，老师，您为什么要向我们鞠躬呢？老师这样解释：第一，我爱你们，作为老师，爱学生是理所当然的。第二，我也尊重你们。为什么要尊重你们呢？如果没有你们这些学生，我还有工作可做吗？我是不是就要失业、下岗？如果我不为你们讲课，我的专业能力、授课水平还能提升吗？肯定不行。正是因为有你们，我才能不断成长，才能有机会继续从事这份我热爱的职业。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激并尊重你们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们这些学生，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学生，是家庭的希望，是国家和社会的希望，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未来。我怎么可能不尊重你们呢？这就是爱敬存心的真正含义。第3条，成人之美。成人之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当别人有一个善良、美好的想法或追求时，我们尽力去帮助他实现。比如在学校里，很多学生并不满足于只读一个本科，
他们希望进一步深造、考研，甚至考博。等到完成了学业，他们又希望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。这些都是人之常情，也是积极向上的愿望。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们，只要学生有志于考研，尤其是报考本专业的研究生或博士，他们一般都会给予全力支持，尽可能的提供帮助，包括推荐导师、推荐专业书籍，甚至在学生毕业后，还会尽力为他们推荐适合的工作岗位。对老师来说，也许只是举手之劳，但对学生而言，却可能是一份人生的指引和成全。这就是成人之美，帮助别人完成他们的善愿与志向。然而，有美就可能有恶，所以成人之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止人之恶。举个生活中的例子，每年夏天，一些女生为了展现身材，会穿着露脐装，自信地展示自己的 A4 腰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这种心理可以理解，但有些老师在课堂上会明确要求，不允许学生穿露脐装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不美，而是因为这涉及身体健康的问题。人的肚脐与命门是生命的能量要地，前面是神阙，后面是命门。如果这些部位长时间裸露在外，又在空调环境中被冷风直吹，极易导致宫寒。年轻时阳气旺盛，可能感觉不到，但长此以往，会影响身体健康，甚至可能影响将来的生育能力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对学生的真正关爱。有些老师会明确表示，别的班我管不了，但在我的课堂上，我必须要说清楚这个道理。追求美没有错，但不能为了取悦他人的目光，牺牲自己的健康，这样的美不值得。所以，成人之美不仅是帮助人向善，成就愿望，也要在关键时刻指出错误，引导他人止于恶行。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第4条，劝人从善。要想劝人向善，首先自己得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善，否则一旦没有了判断的依据、标准和准绳，我们所谓的劝善就可能变成了误导，了凡四训。礼对善恶的划分非常简明，利人者为善，利己者为恶，这是劝人从善的基本前提。然而，要做到真正的劝善，不能停留在表面，必须深入去分辨善恶的本质。举个例子，有人喜欢吃糖，你送糖给他，是不是一种善意？表面看是善，满足了对方的喜好，但如果吃多了导致蛀牙，甚至患上糖尿病，那这个善就变成了恶。所以真正的善不是顺从人的私欲，而是对人有长远利益、有生命智慧的帮助。真正的大善是利人惠命，不是他想干什么就随他去，而是要引导他走向有智慧、有德性的道路，才是利他的惠命，成就他的本源。
这种善才是至善。所以劝人从善的方向，要落在引导他人向着善言、善行、善德的方向努力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劝善。劝善的力量大不大？当然大。如果你鼓励一个人去做好事，可能改变的是他的一生，而一个人的改变也许会影响一整个家庭，甚至一代人。劝善的第一步可以从言语开始，用嘴巴去劝，更进一步的力量则来自身体力行的去示范。比如一个老师并没有让学生去捡垃圾，但他自己每天都在做这些看似微小的善事，久而久之，学生们受到影响也会主动参与。这种无声的榜样比单纯的说教更有力量。以言劝人是起点，以行感人才是高境界。这就是劝人从善的真正智慧与力量。第5条，救人危急。无论你是谁，是官二代也好，是富二代也罢，家财万贯也好，位高权重也罢，只要是人，这一生都难免会遭遇困境，面临危机，生老病死，世事无常，这些都不以身份和地位为转移。所以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都可能需要他人的帮助。常言道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这句话道尽了人情冷暖，也点明了救人危急的可贵之处。在他人最困难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伸出援手，这种帮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撑，一种真正的德行。因此我们要时刻留心身边的人，谁正处于困境，谁正急需援助，一旦发现就要果断出手相助。也许对我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对于那个身处危急的人来说，却可能如久旱逢甘霖，雪夜遇炭火。所以我们讲救急不救贫，就这个意思。第6个叫兴建大力。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的基础建设是不是非常好的？全球是不是 No.1？ 那我们遇到什么问题？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。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，我们的文化堡垒是不是一个又一个被西方思想攻破？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，不是物质基础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民族文化认同、民族文化自信的问题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要复兴，文化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。所以在当下，我们重新修建我们新的文化长城，是不是立天下之大事？所以兴建者非用砖瓦而已，更重要的是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，用我们传承的几千年的文化经典，重新构建我们新的文化长城，抵御西方的思想的入侵，尤其是不良的西方的思想入侵。这叫兴建大力，认同吗？这是超越砖瓦层面的，超越物质层面的兴建大力，这是我们当下最应该干的事情。所以我号召大家，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为这个新的文化长城
咱们在普通是不是也可以添它一块砖，加它一片瓦？第7条，舍财作福。我们通常理解的舍财作福，就是拿出自己的财富来帮助他人，回馈社会，从而积累福报。这种理解没有错，但只能算60分。那你想不想听听他的100分智慧？今天我们就把它讲深一点。财其实分为外财和内财。外财指的是金银珠宝、房产车子这些看得见的财富，而内财是你自带的能量和宝藏。你知道吗？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活生生的金矿，只是很多人自己都没发现。常有人说，我没钱，怎么舍？这其实是太肤浅了，因为你最大的财富其实就藏在你的身体和精神中，那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3样宝贝：精、气、神。这是你真正的内财。舍外财是把你拥有的金钱物资拿出来，而舍内财是把你的精气神投入到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中，是用你的时间、智慧、体力、热情去为大众做事。你或许不信内财的力量有多大，那我给你举个现实的例子，你就明白了。今天我们能有如此安定、幸福、繁荣的生活，是怎么来的？是靠我们的父辈、祖辈，他们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没有等国家给工资、给资源，而是主动投身建设。他们用自己的精气神去修路、筑坝、开荒、种田、建设水利，保障农业生产和交通发展。他们默默地交公粮，支援城市，撑起了社会的基本运行。再看抗美援朝，志愿军战士们凭的是什么？不是装备，不是资金，是那股浩然正气，是不怕死、不怕苦、不怕牺牲的精气神，打赢了战争，守住了和平。所以你看，真正厉害的舍，不是舍金银财宝，而是舍你的内在能量，你的精气神。即便你没有钱，只要你愿意贡献你的体力、时间、智慧、热情，哪怕只是每天多一句鼓励，多一点善意，这些都算是在舍内财。而这种舍更能积福，更有功德。因此舍财作福不只是钱财的流转，更是精神力量的释放。这才是舍财的最高境界，也是真正福报的来源。第8条，护持正法。有缘人能听到第8条，说明你的善根与善缘非常深厚，一定要坚持听下去，把10条都听完，做到十全十美。我们讲第8条叫护持正法。刚才我们提到要用一砖一瓦来重建我们的文化长城，抵御西方不良思想的入侵。那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繁体字吗？因为每一个繁体字都是一片砖、一块瓦，是我们文化长城最基础的构建。只要我们能认识繁体字，就能够无障碍地阅读古籍原文，就能真正地理解和传承祖先智慧。这样
重建文化长城就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具体行动。这就叫护持正法，从细节做起，从生活入手。法的载体有两种，无形的精神法则和有形的文字经典。文字是承载经典的基础，如果我们连祖先留下的文字都不认得了，还谈什么护持正法呢？那就成了空谈。我们的文字构成了经典，而经典承载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命脉。如果我们不去学习经典，不去践行经典，又拿什么去护持正法？所以推广儒释道的经典，学习并践行圣贤之道，这不只是个人修养的提升，更是对中华文明的守护与传承。只有真正的读经、识字、明理、践行，才算是在为中华文化的长城添砖加瓦，才是真正的在护持我们民族的正法。第9条，敬重尊长。为什么要敬重尊长？很多人对此没有意识，只是嘴上说说尊重，心里却并不认同。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听懂了，你的人生可能就会发生奇迹。记住一句话，只要见到年龄比你大的人，一定要尊重，一定要低头，一定要臣服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一个人能活得比你久，就一定有值得你学习的智慧。你不一定能活到他的年纪，不是吗？比如你遇到一个60岁的老人，也许他没什么地位，没什么钱，但他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地活到60岁，本身就是一种能力。而你现在才40多岁，当然应该向他学习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，是不是值得你请教？那如果是80岁、90岁，甚至100岁老人呢，更应该尊重和敬畏。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只看表面，不看生命背后的沉淀。除了年高者要敬重，位高者我们也要尊重。你可能会说，那些高位者是压榨人的，是混蛋。你这个认知太肤浅了，他能做到那个位置，一定有他超过你的地方。你服不服，信不信，起码在某一个方面，他一定比你强。你之所以不服，是因为你心中有羡慕、嫉妒、恨，但你得承认，他确实做到了你没做到的。所以，年高者、位高者、识高者、德高者、才高者，我们都应该尊重。记住一句话，凡是人皆可为我师。只要你有这样的胸怀和格局，你的人生一定会发生改变。第10个叫爱惜物命，有缘人。你能听到这儿就已经是福报极大之人了。一般的人哪有这个坚持力，哪有这个恒心？没有恒心，怎么会有恒产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，凡是成大功业者，哪一个人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？你已经能听到第10个，是不是已经胜过了看这个视频的99%的人？第10个叫爱惜物命，惜物就是惜福，
所以你们看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是不是很多有钱人看起来非常的小气，甚至寒酸？一双布鞋穿10年，惜物就是惜自己的福，浪费物就是浪费自己的福气。老子讲吾有3宝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俭是老子的3宝之一，今天把这个宝都送给你了，能不能接住就看你的造化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心存善念，必有福报。你的心有多好，命就有多好，心有多善，福就有多深。你的善良就是你的风水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